那我现在呢，开始安装它的码子。既然安装征码，大家可能都会说应该怎么装，按在哪个位置啊？其实这个之前有录制过这个特别详细的讲解，你们可以搜来看一看。正常就是很简单，咱们说这个一号码子到这个前月山的距离15公分，那哪个位置呢？到底竹条上啊，竹条的这个上，琴弦触碰琴的这个位置到码子顶部啊。然后呢，可能有的小伙伴特别愿意说，我应该取个边儿啊。咱们在取边的时候，你可以观察琴弦，它是一个弓形，就是弓箭拉了琴弦的那种形啊。我们不要，我们要弓箭的琴弦，弓箭的绳是平的啊，不能有这个发力的这种状态啊。一定要不要说老想取边儿哈，我们要垂直的把琴弦架在码子上啊。我来快速装它。实在不会说安装的，你们可以有很多安装征码的讲解视频，大家可以搜来看一看。然后呢，征码安装，我真的很想跟大家说，一定要学会哈，不要老觉得这个呢，我请老师帮忙或者请同学帮忙啊。我觉得古筝调音和征码安装应该作为古筝的第一课、第二课，因为征码它毕竟不是粘上去的，有的时候小孩调皮，或者我们搬运过程当中碰了一下包啊，倒一个就会倒一片。其实像我现在也是一种危险操作，这个衬衫的扣子很容易刮到一个琴弦，倒一个码子就会倒一片啊。所以码子倒了以后怎么办？咱们不能说扛着琴又去老师家装码子，或者说去请人帮忙，因为我也在直播间听过说，在他们的城市他没有办法，自己不会装，花200-300请人安装征码啊。请人安装付费，这个不是不对，人家工作了就要付人家劳务费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钱是可以不花的，因为咱们学征码安装征码应该是一个基本操作啊，也可以跟自己的古筝老师学，也可以在网上学啊，其实不难操作。因为码子呢是我们学古筝当中这一辈子都要打交道的东西，有的时候发力不对啊，码子移位了，有的时候码子本身它可能会跑，有的时候我们码子没有装好的，没有装到合适的位置，它也会跑啊。所以咱不能说拿个胶把它粘死在一个地方，对吧？码子不能固定死。所以安装征码呢，真的劝大家一定要学会，不难的啊，不难的。一会儿我们调音的过程中再跟大家说一下调音的问题。其实这个琴音色是非常棒，虽然音不准哈，每个音都很干净。其实在这个地方听，比我在店里始终是有这个嘈杂的声音的，听不到这么纯。那我在这个装完码子以后，找一个有效弦距是什么？咱们发声啊，这边它不一定能，它不是发出这个乐音的地方，我们调好音啊，这边是我们常弹奏的啊音准的地方，那是在这个有效的这个弦距中间啊，每个琴弦在拨动它整个琴弦的最中间的时候是声音最好听的啊。那我们就在每根琴弦中间的位置也做一个向上的提拉啊，就是码子到前月山啊中间的这个部分，因为声音是共振产生的嘛。
我们在它中音的地方弹奏是每个琴弦共振这个平均率最均匀的地方。我们在这个地方拉一下它，也是一种释放张力啊，因为新的琴弦会火气大一点，但有的人就很喜欢这种新琴弦的声音啊。然后琴弦呢，它属于损耗品。大家有的时候觉得，哎，老师，我的琴刚用2-3年不怎么好听了，我是不是应该再买一个更贵的？不一定。如果您要是买的它的达到乐器标准、基础很不错的琴，就是可能没有换整套琴弦的一个意识啊。钢丝呢，它也是有寿命的，它的琴弦的寿命要比古筝啊短太多了。正常我建议大家就是，如果不参加比赛考级的话，换个2个季啊，一冬天和一个夏天，这个梅雨季节过了以后，换一整套琴弦啊，因为别断了哪根换哪个，这个短期可以，如果长期用的话，好，您这一台琴上好多质量的琴弦，还有一个呢，每个琴弦的使用寿命它不一样，所以它的弹性发出来的声音也不会太一样啊。我们想让自己的琴一下子回到这个特别好的状态的话，要学会换一套琴弦。正常非常好的琴弦，一套琴弦其实300多块钱就够了，那就算很好的琴弦了，就是进口钢丝的琴弦啊。按照自己的琴对应的啊，买一套琴弦换着，就不要总惦记换琴。咱们再把它释放一遍张力，我就可以开始调音了。那正常咱们买琴的话，不管在哪儿买，都应该会送一个调音器啊。就这个调音器的这个重要性，大家一定要，我再絮叨2句啊。一个呢，成年人初学也好，孩子初学也好，他没有一个太好的音准概念啊。我之前也在我们的学习中心看到这个打卡的小朋友，他已经弹到了浏阳河，但是琴的音准不是很准，他还在弹，但是弹的状态很投入的样子。所以我们从一开始比练琴还要勤奋的一件事情就是多调音啊，1周调3次4次啊，甚至每一次弹琴前都拿调音器检查一遍啊。古筝跑音是很正常，它不是说一下子弹一首曲子它跑了1个音2个音，弦轴都松得不得了，那是不正常的，也可以维修的。但是微微跑音它是很正常啊，甚至新琴有时候会低半个音。咱们一定要调音，在自己耳朵养成一个音准的前提下，我们一定要依赖节拍器啊，每次来调好音准。这么练上几个月以后呢，琴不准了，您自己就能马上就知道了，然后就需要调音了。所以前期一定要依赖这个调音表啊，常用它，经常调音，这样呢，咱们的练琴呢更有效。音准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如果新手的话，调音啊，你们可以从8弦开始，我正常从1弦、21弦，我从哪儿调都可以啊。调完一遍以后，摁一摁它，然后一会儿再检查一下它的泛音啊，整个张力有没有打开哈。
好听。好了，咱们既然装好了呢，我们就用镜头看一下它的不同的角度。完了以后呢，让我们老师用不同的曲子给大家试音看啊。关于古筝，关于玄黄古筝还有什么问题，或者关于古筝有什么问题，大家也可以来直播间找我啊。稍后呢，我们的老师会给大家试音啊，提供不同的曲风来给大家试一试这台琴的音色。基本呢，这个就是装好了。玄黄的琴呢，装好以后就非常好听。我也是在蛙筝里边喜欢它的一个原因在于，它的中高音区很干净，很干净、很清脆的，而且出现的力度，就是咱们指甲出现的这个力度也很紧实啊，就是小朋友练指力啊，都很好啊。如果是北京的筝友呢，也可以来新爱琴自己去感受啊，上手摸一摸，弹一弹。那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